大家好，我是暖暖。这一期呢，想和大家聊一聊龟胆小互动差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我自己是真的经历过一只龟从胆大到胆小再到胆大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还算有这么一点点经验。那如果你家里有这种一直很怕你的龟，那可以听听我下面说的这4种情况，看你有没有中招。第一种情况，躲避过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说缸里边有躲避，龟就会一直躲起来，互动不好。然后有的伙伴听了这种说法，直接就把缸里所有的躲避都撤走了。这个说法我不是完全认同啊。对于那种新到家胆子还小的龟，还有混养比较多的龟缸，我觉得适当的躲避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说你缸里边躲避过多，确实有可能让原本就胆子不大的龟更不愿意和人互动。当然，这个和龟自身的性格也有一定关系，所以大家要看自家龟的情况，还有自己布置的环境。如果说龟已经养定了，那可以尝试逐步去除缸里必要性不大的躲避。第二种情况，见不到人。从情感上来说啊，龟对于人确实没有陪伴的需求。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龟完全不怕你，比如说它们正在晒被，你走过来，甚至说你随便在它们周围做什么，它们都能无视你的那种，那真的是需要你频繁刷脸的。我自己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家养在架子下面这些经常可以见到我也经常拍的龟，已经完全习惯了我的存在，所以大家在我的视频里经常能看到它们这样。但是像我养在架子上面的草龟，除非说它没有发现我，不然发现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跳水躲起来。而且我也问过好几个和家里面龟龟互动特别好的龟友啊，问下来就发现他们和龟相处的时间真的要远远超过我。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龟能够不怕你，甚至和你互动特别好，那就多多刷脸。第三种情况，没有安全感。我这里说的没有安全感呢，主要是指龟龟所在环境内的其他对它有威胁的生物带来的。比如说有的伙伴喜欢鲑鱼混养，那为了避免鱼被很快吃掉，就特意买了那种比龟大很多的鱼。再比如有的伙伴把几只龟混养在一起，但是这里边有的龟呢就特别凶，经常欺负其他的龟，这样时间长了，被欺负的龟多半就会变得特别胆小，甚至可能引发一些健康问题。比如我们家袁小袁和小豆子，老粉都知道他俩之前是养在一起的。早期小豆子还挺胆大的，甚至敢和袁小袁抢吃的。然后随着他们俩逐渐长大，袁小袁呢比小豆子大了很多，又比较凶，小豆子就越来越胆小。再后来我就把他俩分开了，从那以后小豆子的胆子就逐渐大起来了，也开始和我有互动了。所以如果你家的龟是混养的，然后呢又不太互动的话，那最好就单独养养看。第四种情况，记仇，就是如果你干过啥龟没法接受的事儿，有的龟好像就有了肌肉记忆一样，从此对你就处于一种害怕的状态。比如我们家的大漂亮，刚来那会儿，它胆子真的特别大。去年肺炎，我给泡了几天药，然后这都1年了，它还是特别怕我。目前呢，我就是天天刷脸，同时呢，再用这种不怕我的龟带动它一下。现在好歹是允许我看它吃菜了，也算是有了那么一点进步吧。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算有用，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你们的关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是暖暖，那我们下期见啦。